在游戏王中啊，有没有一张卡全世界它仅有一张？那他们肯定都有自己精彩的故事。然而在动画中，有没有一张卡全世界也只有一张？然而神之卡却是符合这个条件。不过今天小猪猪要来讲的一张卡，登场的比神之卡还要古老。游戏王前期的大反派贝卡斯，千年眼的持有者，同时还具有本作中最销魂的口音，让人忘也忘不掉。卡通卡组是贝卡斯设定给自己专用的卡组，在原作设定与动画中，只有他唯一一个人才能够使用这样的卡组。给他一张卡通世界，他可以将海马市长大动自闭。好歹海马市长也是有着3张白龙的男人好吗？有卡通世界就会有卡通怪兽，贝卡斯称作他们为无敌的生命体。为什么呢？在动画前期的设定几乎是强到爆炸的能力，不接受任何攻击的设定。贝卡斯本人还说是只有卡通怪兽才能够攻击卡通怪兽。不仅如此，卡通怪兽还有着直接打头的能力，可以绕过场上的怪兽直接攻击玩家。虽然在王国篇直接攻击是被禁止的，不过这项特殊能力在游戏王中后期的表现还是很可怕的。那么卡通世界的拥有者贝卡斯在游戏王前期的剧情中有着什么样的表现呢？作为游戏王的决斗怪兽创始人，贝卡斯一开始也只是喜欢画画的普通人，在年幼时期就结识了女友辛蒂亚。可惜还年轻的辛蒂亚英年早逝，在失去女友后的贝卡斯非常痛苦啊，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趁热。为了寻找复活女友的方法，贝卡斯来到影视著名的神棍之乡埃及，探索人类灵魂转世的说法。埃及旅行的时候呢，无意间撞见了这个千年宝物的试炼，之后遇上了这个千年神器的守门人夏迪，被强行插入了千年眼，作为千年神器的考验。这个通过试炼的贝卡斯成为了千年眼的使用者，付出了一只眼作为代价的贝卡斯，竟然真的见到了女友辛蒂亚的灵魂啊！随后呢，这个贝卡斯逐渐黑化。其实呢，戴上千年眼后的贝卡斯，仿佛就已经活在了自己的世界。千年眼给了贝卡斯可以窥探人心的能力，同时呢，也在欺骗他自己，从而激发他内心的黑暗面。他总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复活女友辛蒂亚，同时他也不想承认辛蒂亚已经不在的事实。于是呢，不断借助千年神器的力量，先是举办决斗者王国大赛，想方设法夺取海马社长的身家后，想达成将女友实体化的愿望。贝卡斯也派人绑架了海马的弟弟龟平，那么海马社长就来救人了嘛。先是呢，使用这个跳楼战术击败口湖王，抢先进入城堡。之后呢，终于见到了大反派贝卡斯。原本海马社长还想谈条件，想使用可以打牌当健身的决斗盘来跟贝卡斯决斗，但却被贝卡斯拿来当做煽风的工具啊！这个小玩具是这样子用吗？还是这样各种的玩弄啊？此时贝卡斯提出了一个条件，又是海马答应，那就使用海马的决斗盘来进行决斗，那就是写小纸条的战术，让指定的人呢代替自己来进行决斗，就像那个小朋友汤姆赢了那样的名场面，这可让楼上的机师再次吓尿。可见这个战术有多离谱！要是真的使用海马的决斗盘，贝卡斯会让龟平代替自己出场决斗，然而自己呢，只是在一旁观看这个兄弟厮杀的戏码。ユウの目の前の木馬ボーイは魂の抜け殻。海馬ボーイ。ユウが私に勝つことができたなら、カードに封印した木馬ボーイの魂を解放します。贝卡斯直接将被灵魂封印的龟平抬出场。私の代わりにデュエルディスクを投げるのです、木馬ボーイ。どうしました、海馬ボーイ。ユウの希望通りデュエルディスクでデュエルができるのですよ。直接把海马市长给整破防了，于是谈判破裂。这个可以打牌当健身的决斗盘呢，也没有了后续可以出场的机会。この俺に木馬と戦えというのか。兄様。それだけはできない。贝卡斯也是读懂了海马的性格，他知道海马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嘛，他会想正面的击败自己。决斗即将展开，在原作漫画中，两人呢是在一张普通的桌子上进行决斗。では私のターンから始めます。这个贝卡斯起手盖了2张牌，一张则是怪兽卡，一张藏在后台区结束回合。俺のターン。俺の手札にはすでにブルーアイズが1枚。だが問題は遊戯が言っていたドラゴン族封印の壺。
原本呢想派出白龙来个高攻战场，一路打到底的战术，但是对手可是那个决斗怪兽的创始人，于是海马社长也来玩起盖牌的战术，先开张卡观察对手的反应哦。接着海马社长召唤出1800点攻击力的下级怪兽，标准的绿色怪物，一刀斩杀贝卡斯的守备怪兽。此时的贝卡斯却还在装新手，召唤出5星级攻击力2000点的白板鹦鹉怪，开始攻击。海马社长趁机打开盖卡，催眠术还是老规矩，又将通常魔法卡当做速攻魔法卡来用是吧？抓到！谁叫这可是上古时期的规则想发动就发动嘛。催眠术的效果就是降低对手怪兽800点的攻击力白板鹦鹉怪被反杀。正当大家都以为贝卡斯不过如此的时候，也只有游戏5成之内注意到，这只是贝卡斯常用的嫖伎俩，就是各种装疯卖傻，想要隐藏自己的实力場を盛り上げるための余興はこれくらいにしておきますか。同时间呢，海马社长也正在布局，他猜测贝卡斯手中呢还没有龙族封印之壶，于是想直接召唤出青眼白龙ならば勝負。ステップ。そのままね、そのまま、そのカードを私に見せないように。就在这个瞬间，贝卡斯竟然直接命令海马社长快住手，竟然在决斗中直接喝住对手。ユウが今手にしているカードに対してトラップカードを発動させます。何？伏せておいたのは予言のカード。要来猜测海马社长手上的那张怪兽卡，要怎么猜呢？就是预测攻击力是大于或是小于2000就对了。猜中后的那张怪兽卡会直接呢转移到对方的手上。众所周知如果是海马社长的话那他手中的怪兽卡只有2个选项而已要么是青眼白龙要么就不是嘛。もし私の予言が当たっていればそのカードは私のものとなる。なんだと？私の予言は攻撃力2000より B。然而，贝卡斯早已发动了千年眼的能力，心灵透视将海马社长的行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决斗盘呢，同时自带卡片转移之术的机关真的是超高级于是贝卡斯的手上就这样拿到了青眼白龙实现了对海马社长的 NTR。顺带一提，这个实卡呢是没有预言章卡的，完全是为了剧情需要所印制的动画假卡。于是海马社长只好将场上的绿色怪物转为手背表示后结束回合接下来贝卡斯也布下了2张盖牌，一张藏在后台区，另一张是怪兽卡，准备要给海马社长一个惊喜同时呢，海马社长已经设下了病毒卡的连锁 combo。然而这样的嫖伎俩，贝卡斯也早已察觉在对手回合发动暗能源的魔法卡，硬是将场上的暗属性怪兽攻击力可以提高到2倍，而且这个效果是个不离场不消失的永续效果，双方场合都适用当然，这也是张动画假卡。海马社长刚召唤上场的小丑怪，攻击力已经上升到无法触发病毒卡的条件然而此时的贝卡斯连他的王牌卡通世界都还没打出来，就已经接二連三的化解海馬社長的進攻套路。しまった。ウイルスカードは攻撃力1000以下のカードしか媒体にできない。やつめ、ウイルスカードも読んでいたというのか。接着，贝卡斯召唤出他最爱的黑暗兔兔，攻击力呢也因为暗能源的永续效果，配合自身暗属性，攻击力一个翻倍变成超大兔兔，做出鬼表情，想将海马社长给吓尿。接着，贝卡斯的战斗阶段，超大兔兔使用北斗暴菊拳，狠狠地敲打着海马社长的小丑怪，海马社长生命值下降到1000点，同时贝卡斯也成为了史上第一位破解海马社长可怕的病毒连锁。但是海马社长他并没有闲下来的机会，他必须不断的找寻突破口，才有获胜的可能性。只好先使用手背拖回合的战术。然而此时的贝卡斯终于要拿出他的王牌来战斗。私のカードはトゥーンワールド。トゥーンワールド。终于发动卡通世界的魔法卡，而且这个时候呢，还不用支付那高贵的1000点生命值作为代价。正当大家的目光都还沉浸在卡通世界这张卡的时候，贝卡斯场上的大兔兔竟然瞬间消失贝卡斯表示，他现在还在卡通世界里换装呢。过没多久，这个大兔兔戴上红色的拳击手套，
不断旋转的手臂，再使出一招超长的直拳击败海马社长的手背怪兽。纯爱牛头人大兔兔的眼珠子都笑歪了，仿佛是在嘲笑海马社长，做出超大鬼脸后，马上钻进老家卡通世界里。トゥーンワールドが閉じてしまうと、そこに入り込んだモンスターは一切の攻撃を受け付けません。なんだと？同时，贝卡斯也表明，这个卡通世界那近乎无敌的能力，能让怪兽卡通化，不接受任何攻击的能力。海马社长只能暂时采取手势，盖了一张卡在后台区，简单结束回合。但此时的贝卡斯还没有玩够，拿出了刚偷过来的青眼白龙。これは YOU からいただいたブルーアイズホワイトドラゴン。これを場に攻撃表示で出します。并且直接召唤出来，让他进入卡通世界里直接变装。于是呢，娇小版的卡通青眼白龙终于登场。这种样貌就有点像是将游戏王的怪兽塞入宝可梦的世界登场的感觉。而贝卡斯不断的嘲讽着海马市长，让卡通化的青眼白龙鼓起超大肚子发起攻击，再次的击败海马的手背怪兽。但这时候呢，海马市长即将使出一个反其道而行的战术。ペガサス、貴様には俺の手札がお見通しのようだ。それなら俺の手札は全て捨てよう。将手牌全数盖上，再也不看一眼的海马市长，为了不让贝卡斯读出内心中的想法，赌上一切的海马市长将下次的抽牌视为决定胜負的关键。正当大家都以为海马市长是不是想放弃的时候，赌王城之内竟然开始认同海马市长的做法。これから引く1枚のカードに全てを託す。海馬は自分のデッキを心の底から信じているんだ。奴の背負うものの大きさがそうさせるんだ。没错，真正的决斗者赌上一切来决定下一抽的想法，这才是游戏王啊！行くぞ。このカードに全てをかける。俺の信じたカードはブルーアイズホワイトドラゴン。连牌也不看的海马市长，竟然直接拍出了自家的本命牌组青眼白龙。不愧是那个能够使用地板抽卡的男人，难怪后期能够强行召唤巨神兵。悔しいが、奴はやっぱり一流のデュエリストだぜ。没错，这也就是游戏王他热血的地方。青眼白龙的出现，让局势不再倒向贝卡斯这边，现在是海马市长的反攻。ペガサス、俺の怒りを感じると言ったな。俺はとっくに怒りなど通り越しているわ。然而贝卡斯也没有丝毫的慌张，海马市长进入战斗阶段，这次青眼白龙的攻势比以往都还要强烈。然而卡通世界不愧是贝卡斯的王牌，卡通化的青眼白龙那一扭马上就闪开了攻击啊，就好比那小只的皮卡丘一样，那一句快闪开就不知道躲了多少的攻击。这么 bug 的能力，不愧是决斗怪兽的创始人设计给自己牌组的能力。私の場にトゥーンワールドのカードが出ている限り、私が出すカードは全てトゥーンカードとなる。いくらデュエルモンスターズの生みの親とはいえ、あのカードは汚すぎるぜ。正当众人们还在讨论刚刚到底发生什么的时候，游戏也表示这张卡通世界全世界也只有一张。然而贝卡斯不等众人们反应过来，打算使用全新假卡光辉城堡提升光属性怪兽500点的攻击力。于是呢，卡通版青眼白龙开始原地秀肌肉，甚至长出了新的火山口，攻击力飙升到3500点，直接进入战斗阶段。海马市长也使用还没被化成反击陷阱卡的攻击无力化，他现在可是上古时期的速攻魔法卡。海马市长保住了自家的青眼白龙，但是面对贝卡斯那卡通化的青眼白龙，正常的攻击手段可是摸不到他的。もちろん YOU の魔法カードも分かっていました。攻撃の無力化は一度きりのカード。次のターンでトゥーンドラゴンの攻撃を避け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就在此时，海马市长的下一抽也是非常关键，仿佛已经受到了编剧之力的加持。木馬、このカードに俺たちの命運をかけるぞ。来た。俺のカードは闇の呪縛。打出一张暗之咒符的魔法卡，可以降低对方怪兽700点的攻击力，使卡为永续陷阱，还追加了不能攻击的额外效果。卡通青眼白龙瞬间被捆绑住，无法动弹，这个攻击力也开始下降，连贝卡斯都开始表示，这可是卡通世界相当惧怕的一张卡。这个怪兽被绑住，自然也不能使出快闪开之类的绝活。但是之前不是还说这个卡通怪兽拥有不接受任何攻击的能力吗？既然这样就被打中了啊！等待已久的海马市长终于有了反击的机会，一发毁灭的爆裂疾风弹终于打败了贝卡斯的卡通青眼白龙。不过贝卡斯这边并没有让海马市长高兴的太早，因为接下来贝卡斯的下一抽就是龙族封印之壶。
そのブルーアイズへのこだわりが YOU の敗北の理由です。私のカードはドラゴン族封印の壺。すべてのドラゴン族はこの壺に封印されます。而且这边非常妙哦，这个贝卡斯将龙族封印之壶这张陷阱卡直接当做速攻陷阱卡来发动啊！这个根本不用等上一回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原作漫画中啊，这个龙族封印之壶并没有明确表示这是魔法卡还是陷阱卡。接着，这张卡又是在游戏王出动画后的前一年出的，先是呢实卡化之后当成了陷阱卡。然而动画组呢就顺理成章的画成了陷阱卡，而且这张卡呢登场的样子还是个怪兽。海马市场的下一抽似乎不太乐观啊，只要使出这个手背拖回合的战术，场上呢已经有了封印的青眼白龙的龙族封印之壶。这个贝卡斯还要再给海马市长一个惊喜，再以手背表示召唤出狐魔人。据说啊，用狐魔人可以将被封印住的龙召唤出来供自己使用。这个海马市长必须得阻止这个情况发生，打开刚刚覆盖的怪兽卡，反转召唤出复仇剑士，开始攻击狐魔人。但是呢，贝卡斯就好像写好了整场决斗的剧本一样，发动卡通世界专属的魔法卡复制猫，其效果就是你的卡就是我的卡，复制海马市长刚刚使用过的病毒卡，并且可以直接发动这个效果，要将场上的狐魔人作为病毒卡的媒介。但是这边关键来咯，我们知道作为病毒卡的发动代价，这个怪兽必须是暗属性，但是我们伟大的狐它可是炎属性啊！这是因为在原作漫画上，这些怪兽卡呢都没有明确的标明是哪种属性，甚至这个病毒卡本身效果也没有说一定要暗属性的怪兽，只是在第一行写了黑暗属性。反正呢，动画组就按照原作漫画的剧情去演嘛。这个狐魔人瞬间感染了死之牌组，破坏病毒。当然，这个海马市长的攻击也已经是停不下来了。复仇剑士一刀劈上去，被砍半的狐魔人散发出病毒卡的毒气，将其毒死。この瞬間ウイルスが YOU の攻撃力1500以上のカードを全て消滅させます。顺带连海马市长的手牌牌组墓地也因为被病毒卡感染的效果，导致1500点攻击力以上的怪兽卡全部都无法使用了。要注意，这边的无法使用是指就算使用死者书生等手段强行特殊召唤到场上，也会被马上破坏。海马市长的怪兽卡也几乎全部都无法使用，最终海马市长只能使用死者书生复活攻击力只有600点的黑暗小丑。但同时贝卡斯也称赞海马市长是个有始有终的男人。在下个回合，贝卡斯召唤出恶魔箱子，终结了黑暗小丑。轮到海马市长的回合，也已经无牌可抽。贝卡斯不讲武德，准备将海马的灵魂封印在卡里。最后，海马市长与爱人道别后，开始接受黑暗游戏的惩罚。此时的王样却突然长高登场。ペガサス、貴様だけは俺がこの手で倒してやるぜ。遊戯ボーイ、YOU が私と戦う資格を得るには優勝決定戦に勝ち残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ね。